眼看冰雹马上就要砸下来，我提前劝村里人把地里西瓜全部摘下来卖给我，我统一批量外销，好歹能保住大家1年的收入。可所有人都认定我是拿冰雹当幌子，故意压低收购价，靠压榨他们赚黑心差价。等到冰雹把整片瓜田毁干净，走投无路才来求我，这时候再后悔，什么都晚了。李默，婶儿错了，地里西瓜你全拉走，价格随便你定。只要你肯收，就算1斤1块钱我们也认，全给你。是你们亲口说，西瓜就算烂在泥土里，也绝不会卖给我。哪能料到你说的是真的？这冰雹说来就来。5天前我就说了冰雹会来，都在一个村长大，你别一点情面都不留。我看是西瓜都砸烂了，才跑来跟我谈情面。莫哥，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当初不肯卖，现在就算白送我，也不会再收1颗瓜。顾叔，快叫大家把西瓜全摘下来，我来安排货车拉走外销。小莫，这批西瓜还没熟透，现在采根本卖不上好价钱。赵婶儿，冰雹要来了，到时候瓜田被毁，1年辛苦白费。冰雹真有这么严重吗？那你打算多少钱1斤收瓜？对呀，你多少钱1斤收我们的瓜？我这瓜再等几天就彻底熟了。熟度不足、品相一般的西瓜，我按1块4一斤收。之前隔壁村有人开1块2的价格找我收瓜，我都直接回绝了。这个价格太低了，谁知道冰雹是不是编出来骗我们的？这个价我不能接受，你去别的村子收瓜吧，我家不摘。大家快看官方新闻，气象局已经发布预警，冰雹很快就会抵达咱们乡，千万不要心存侥幸。官方新闻都说了，请大家相信我，要不然瓜坏了，辛苦就白费了。各位乡亲，千万别信李默的话，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咱们村的西瓜运到市区水果店，零售价可是能卖到4块1斤。什么？市区零售价能卖到4块？他只肯给我们1块4一斤。难怪天天催，哪是什么冰雹，分明是找借口低价收瓜，绝不卖给他。大家先冷静听我说，我收走西瓜后，还要经过机器清洗、人工筛选、长途冷链运输、人工邮费，全都是硬性成本。出货只卖到2块5一斤，根本不存在4块的高额利润。还敢说没黑心利润？1斤净赚7毛，一次性收20吨西瓜，他单这一趟就能赚1万4。这么多，1万4！李默，把之前赚我们的差价全部退回来。往后你别想碰咱们村1颗西瓜。别相信他，我这个账本上写的清楚楚，一次根本赚不到这么多钱。我看他就是想要借冰雹这个幌子来低价收大家的西瓜。我催大家收西瓜，是因为冰雹真的很快就会抵达咱们乡镇，我都是为了大家好，请大家相信我。大家快看，本地冰雹降落概率只有20%的几率，这么小的几率根本落不到咱们村，他就是骗子。骗子，退差价，退钱！乡亲们，气象局明确标的，冰雹途经路线重点覆盖我市，属于受灾高风险区域。见了吧，他自己都说只是有可能下冰雹，现在太阳这么大，哪有半点要下冰雹的样子？大家放心，如果最后冰雹没有落地，我按照完全成熟西瓜的市场价补，绝不让任何人吃亏。别拿空话糊弄我们，赶紧把差价退给我们，不然别想在村里收西瓜。退钱！退钱！大家安静一下，赵婶，你一口咬定我赚黑心钱。我问你，去年隔壁叶家村的西瓜，批发商给到多少钱1斤？那2家情况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我替你说清楚。去年叶家村最高收购价8毛，大部分农户只能卖到6毛5到7毛。我给咱们瓜田村统一开价1块2，这件事在场所有人都亲眼见过，是不是事实？这话不假，去年确实是这个收购价。这是我给隔壁王家村牛家庄的收购协议，给他们定价1块1毛5，唯独咱们村每斤多给5分钱，这点大家都能作证。我李默从来没有亏待过瓜田村任何一户村民，我赚的每1分钱都是自己日夜奔波熬夜换来的辛苦钱。你们不感激我没关系，但不该凭空捏造事实污蔑我。我真心把大家当成亲人，主动把最大利润留给大家，到头来反倒被当成奸商，你们对得起我吗？你市区2块5出货是板上钉钉的事实，今天必须把差价补给我们。顾叔，这市场行情我也没办法呀。差价不可能退，运输、人工、仓储损耗成本居高不下，我根本没有多余利润。不肯退差价，那收购的事儿就此作罢。我们把西瓜卖给其他外地客商，让你1分钱都赚不到。大家听我的，货比3家才不吃亏，信得过我。等瓜熟，我联系外地大客户上门收购，每斤只收1毛介绍费，不用你们多费心。哼，你说的倒是轻巧。20吨西瓜完整运到市区，冷链运费、燃油损耗、人工装卸，你算过这笔成本有多高吗？我当然心里有数。
我是村长的女儿，我父亲多年来一心为村里谋福利，事事替大家考虑周全。李默不过是帮大卖过几批瓜，再过1周，西瓜熟透，卖出的价格远超现在。各位长辈，等不了1周，冰雹很快就会落地，地里西瓜全部会被毁，到时候1年心血全部打水漂。冰雹能不能下来还没有定论，你纯粹是危言耸听，故意吓唬大家。木婉，外地批发商能给到我们多少钱1斤？最少3块1斤，绝对比李默给的划算得多。从今天起，你们瓜田村的西瓜，哪怕烂在地上，哪怕烂成臭水沟里的烂泥，哪怕全村人饿晕在街头，我李默要是再插手管1次，我就不配为人子。钱木婉不是要带你们卖瓜搞原产地直发吗？好，我瞪大眼睛看着，祝你们早日发大财。好啊，那我就带着乡亲们赚大钱，而你就老老实实做一辈子底层批发商吧。木婉，我家有2吨西瓜，7天后瓜彻底实透，你一定要优先安排我的货。顾叔放心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大家一个一个来登记一下。好嘞。对，听小钱的。莫哥，我们本来提前调来2台大货车，停在村口等着收瓜，现在村民全都不肯卖，货车该怎么安排？先让货车返程，他们不肯出手，有的是村子愿意把瓜卖给我。乡亲们，我早就托熟人在电商平台开通了5星级商家店铺，咱们主打限量精品麒麟瓜的噱头，抬高售价，不愁没人抢着下单。等瓜熟，统一发货，大把钞票直接送到手里。木婉，你办法最多，咱们现在就上架卖货。大家快看，真的有人下单了！刚上架就卖出100多斤，1斤10块，这利润可比批发高太多。还是木婉有本事，这下咱们全村都能赚大钱。对对对，之前李默只肯给1块4一斤，咱们店铺标价10块都有人抢购。没错，他就是拿冰雹当幌子低价囤瓜。要是当初把瓜卖给他，我们现在亏惨了。这只是第1步，我再多注册几个商家账号同步上架，后续再对接明星直播带货，到时候1斤卖到20、30都不成问题。李老板，今天怎么专程来我们村？我正是专程过来收瓜。你们村里目前还有多少待售西瓜？那可太好了，村里还有上百吨西瓜没出手，你大批量收购，价格我们可以再优惠。李老板来收瓜了。李老板，今年西瓜大丰收，周边各村产量饱和，市场供大于求。之前来的批发商狠心压价，只肯出3包1斤收瓜。我只知道今年收购行情低迷，万万没想到价格已经低到3毛1斤。不知道盲目自信的钱木婉，最后会给瓜田村村民带来多大损失。我已经能预料到结局。我们很快和田园村村民达成合作，村民担心冰雹砸烂全部亏损，愿意全部卖给我。第2天一早，我拿到全部西瓜的质检合格报告，立刻让田村长组织村民摘瓜装车。李老板，多亏了你肯收瓜，这笔钱刚好能带我老伴儿去城里治疗腿疾。李老板，忙完留下来吃饭，我们杀大鹅招待你。人与人之间差距太大，有人只懂得索取猜忌，有人心怀感恩，懂得知足。马特助，你尝尝我们村的西瓜，再过5、6天全部成熟，供货量大，稳定不会断货。马上临近电商大促，咱们这批瓜能帮直播间冲一波销量。甜度尚可，但口感没独特优势。我们全村稳定供货，肯定能帮直播间拉高销量。合作可以，先付1万坑位费，售后损耗你们全担。货品有问题，假1赔10，还要赔我方形象损失。没问题，
今天先拉多少？先2000斤试水，销量好再大批量合作。好，先试2000斤。木婉谈的怎么样？第一批能出货多少？是啊，全村都等着靠你发大财。合作巧定了，2000斤。等会儿货车上门拉货。才2000斤，根本不够。地里还有大批西瓜马上成熟。大家别着急，这只是初次试合作，只要口碑做起来，后续订单源源不断。我们信你。接下来该怎么做？大家回地里筛选西瓜，只挑甜度高、品相完好的精品瓜。只要第一批销量火爆，4、5天后大批量成熟的西瓜全都不愁销路。好。为赶在冰雹来临前清空库存，我中午就把田园村西瓜分发到市区各大渠道铺货，一上架就开始热销。田村长怎么过来了？我过来看看咱们的西瓜销路好不好。销路完全不用担心，你们村西瓜品质在整个市区都数1数2。我还有件事想和你商量。往年村里总有无良商站恶意压价收瓜，村民常年吃亏，我们想和你签订长期稳定合作协议。当然可以，不过我有几个合作条件。你尽管提。爽快，田村长。别说1条、10条、100条，我们都全部答应。第一，所有西瓜严格划分 A、B 2个品质，分级定价，绝不允许以次充好。第二，采摘、运输全部听从我方统一调度，保障西瓜品质与运输效率。第三，村里提供1块闲置场地，用作西瓜分拣、包装临时厂房，全部没问题，我亲自全程监督把关。村委会大院空场地足够使用。既然双方诚意十足，白纸黑字定下合作，这是预收购合同。我先行支付20万定金，等冰雹灾害过后，新一季西瓜播种，我们再签订长期正式合作协议。村民们从来没想过，还没采摘西瓜就能提前拿到定金，这在几十年务农生涯里闻所未闻。李老板，你这个朋友，我们全村认定了，往后你就是我们最尊贵的客人。看着村长落笔签字，我脑海里冒出一个全新的发展计划。村长，只售卖原生西瓜利润有限，我打算和田园村联合打造自有西瓜品牌。品牌？什么意思？我们给西瓜取专属名称，设计定制包装，注册商标，主打高端鲜果赛道，单颗西瓜的附加值能翻数倍。我考察过周边村落，西瓜品质远不如田园村。我们主打高端市场，后续整合一周边优质瓜田，统一种植标准，品牌运营，把精品瓜园做成招牌。我的规划为村民打开了增收出路，至于瓜田村，不过是我路上的一块绊脚石。木婉，你看我这批瓜，品相绝佳。光好看没用，我家西瓜甜度最高，肯定更受买家欢迎。你们别争，我挑了许久才选出这批精品，品质远超你们2家。大家别争抢，按照合作安排，刘叔800斤，赵婶儿600斤，顾叔300斤。凭什么我只分到300斤？当初我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李默，帮你劝说全村乡亲。顾叔，你家西瓜品相虽好，但果子大小参差不齐，很容易出现缺斤短两的客诉，只能先少量出货试税。还有直播坑位费1万块，全村平摊，售后损耗我们自行承担。想赚大钱就按我的安排来。能长期赚高价，前期投入不算什么。大家回去按分配斤数筛选合格西瓜，到时间统一装车发货。赵婶儿，你这批西瓜表皮黄绿斑驳，品相不合格，直接挑出来扔掉。顾叔，你这瓜敲击声音沉闷，甜度不足，全部剔除，不能发货。货品还没运出去，就先淘汰几百斤好瓜，白白损耗货品，1分钱收益都没见到，自家好瓜反倒先损耗一批。想要做大生意，前期少量损耗很正常。这批直播订单做好口碑，4、5天后新瓜成熟，不愁没有大额收益。木婉，开播1小时了，怎么还没上架咱们的西瓜？是啊，这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慌什么？马上就上架了。家人们，正宗精品麒麟瓜15元1斤，香甜多汁，马上上架！卖出去了，1单、20单、100单，一次性售出这么多，比整车批发划算太多。3000斤，瞬间全部售完。之前李默不知道从我们身上赚走多少差价，等我们赚到钱，一定要让他后悔当初不抱紧我们。我们以前真是傻，要是早点跟着木婉，早就挣大钱了。李默啊李默，你万万想不到，
我才是带动全村致富的功臣，你根本不值一提。莫哥，气象局最新通知，冰雹确定3天后登陆本市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明天一早我们再去田园村，务必赶在冰雹落地前清空全部库存。我们现在是和天灾赛跑。大家快来看，那个赚黑心钱的李默居然还有脸回村子！李默，你这个黑心商人，从我们身上捞了多少不义之财？你收购村里上千吨西瓜，背地里偷偷赚了多少差价？你这是压榨全村乡亲心血！顾叔，我给咱们村1斤1块4收购，比隔壁村高出2毛，我赚的是辛苦钱，何来压榨吸血一说？我不管，你就是私吞本该属于我们的利润，今天不补齐差价，车子别想开出村子。对，不补齐别想走。既然大家认定我赚黑心钱，从今往后我绝不收购瓜田村任何一颗西瓜。之前收瓜我每斤仅赚几毛，这笔微薄利润我全部退还给你们。只退几毛差价不行，市区零售价2块5，你按2块1斤补齐差价给我们。2块1斤？你们把我当冤大头吗？2块1斤已经是让步，现在木婉带着我们做高价零售，这点钱我们根本不放在眼里。好，2块1斤差价我全额补给你们，从此两清。为彻底摆脱这群忘恩负义的村民，我把之前收购西瓜的微薄利润全部退还，额外倒贴一笔钱，彻底了结纠葛。没时间和村民多做拉扯，必须赶在冰雹来临前清空田园村全部西瓜库存。钱木婉有没有跟村民说明直播坑位费、代言费、运输损耗、补发赠品这些隐藏成本？半个字都没提。他还把村里原本上门收瓜的批发商全部赶走了。钱木婉只顾画大饼，只剩3天冰雹就要落地，他这样迟早会把全村人坑惨。莫哥，咱们真的不管村里乡亲吗？大家都是同村相处多年的熟人，如今他们眼里只有虚高的利润，任何善意劝告都听不进去。唉，总算摆脱这个黑心批发商了。这点小钱不值一提，跟着木婉做线上零售才是真正赚大钱。只是直播货款迟迟没有到账，过去2天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走，我们去村委会问问木婉货款的事儿。平台抽成太高，加上直播坑位费，2000斤货谱到手利润只剩1万。可我当初跟村民承诺能分到3万，先不告诉他们亏空，等后续新瓜成熟大批量出货，再填补这笔缺口。木婉，第一批直播的货款什么时候结算给我们？赵婶别急，现在跟我去村口，我带你们见一位大客户。林总，这是我们村品质最优的西瓜，几天后还有大批量成熟鲜果。西瓜品质尚可，先定1吨，货款延后7天结算。提前说好，若货品存在烂果、刺果，全部由你们赔付。1吨货量太少了，和直播试销一样，先少量合作试水，渠道稳定后，订单量自然上涨。1吨就1吨，后续不愁3吨4吨大额订单。抵达田园村后，我紧急调配专业冷链运输车辆，所有西瓜统一印上自有品牌 logo， 精品瓜园。李老板，这么多西瓜，真的能全部卖完吗？优质果品，从来不愁销路。好，我就信你。我们村今后的幸福，就靠您了。我调动全部私域流量，投放美食平台精准广告，销售效果远超预期。市区2000箱西瓜，仅3小时全部受控。李老板，没想到您真的可以做到，你可真是我们村的大救星。田村长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，好日子好在后头呢。后来，我将销售喜报写在红纸上，喜报一出，整个田园村全村沸腾。货品刚发出去没多久，怎么积攒这么多差评？当初说主播带货稳赚不赔，现在不停复发赔付，1分货款没拿到，反倒损耗大量西瓜。线上零售售后问题在所难免，坏果我们补发弥补就行。那货款平台会不会全部扣除抵扣赔付？先不要纠结回款，抓紧补发货品，压低差评，好评回暖后收益自然丰厚。光是补发就损耗几百斤西瓜，再这样下去，家里存货全部掏空。我们这真的是在卖瓜吗？怎么感觉是在卖钱啊？早知道零售风险这么大，当初直接批发给李默，不用承担这么多麻烦。唉，现在说这些为时已晚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做。大家放宽心，这批售后妥善处理，店铺口碑提升，后续订单源源不断，
到时候收益十分可观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那是当然，我可是大学生，这些平台的规则我早摸透了。行，我们再信你一次，全力补发，你一定要给我们争取大额订单。货品品质合格，我这边可以上架预售，等你们西瓜全部成熟再统一发货。货款能不能提前结算一部分？一手交货一手结账，货品全部发出，货款才会结算到位。好，期待我们合作顺利。另外，所有售后损耗由你们自行承担，货品品质问题全部由你们赔付。好，没问题。顾叔，从小你是看着我长大，好心提醒你一句，地里西瓜再不一次性批发处理，2天后全部会被毁。我手里全是高价预售订单，你们批发商给出的低价根本不值一提。不用你假好心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你是不知道。够了！我不想听你在这儿胡说八道，又拿冰雹吓唬人。木婉早就说了，灾害不会波及本村，不用再来劝我们卖瓜。没想到他们已经被利益完全蒙蔽了双眼啊！别把精品蛙全部运走，剩下的刺瓜根本没有客家愿意收。先把最好的货品供应客户，打响店铺口碑，才能拿到后续大额订单。不要只顾眼前存货。好瓜全部发走，只剩中等和次品瓜，后续订单拿什么供货？好的东西全给人家，完全不给自己留后路。不用担心，3、4天后新一批西瓜完全成熟，我已经和客户签订预售合同，绝对不会缺货源，收益少不了大家。家里西瓜越来越少，1分钱收益都没拿到，不如我联系批发商，把剩余瓜全部卖掉，及时止损。不行，木婉承诺后续大额订单，现在退出就彻底错失赚大钱的机会。爸，我听说李默把隔壁田园村西瓜全部收购，还打造了自有西瓜品牌。他就算做品牌，也只是普通批发商。我们对接大企业网红直播，1斤利润抵他10斤，早晚让他来巴结我们。你们西瓜包装破损严重，没有冷链运输，大批西瓜高温变质，立刻补发一批货印补偿。又要补发，这已经是多少次了？立刻补发，更换加厚硬纸箱包装，租赁冷链货车配送，务必稳住客户口碑。能不能先结算一部分货款，也好跟家里人交代。第一批订单售后还没处理完毕，谈什么回款？放心，这批订单做好，货款立刻结清。不停补发损耗西瓜，租赁冷订车又增加成本，哪里是卖瓜赚钱，分明是不断填窟窿。我800斤供货，补发就损耗400斤，再拿不到货款，家里老伴要跟我吵架。事到如今没有回头路，只能硬撑下去。你们说李默说的冰雹会不会真的来？新闻预报说灾害路径覆盖咱们市，现在晴空万里，一丝风都没有，不可能下冰雹，安心跟着木婉赚大钱就行。为保护瓜田土壤，我安排工人搭建加固棚架，铺设防护贴件，抵御冰雹冲击。新建棚屋既能抵御冰雹，日常也能遮阳，方便村民停放车辆。一切防护、出货准备妥当，静静等待冰雹过境。莫哥，本市铺货西瓜全部售清，发往周边城市的货品今早抵达，很快就能清空库存，做得很好。距离冰雹落地还有2天，我们库存全部清空。瓜田村那边情况怎么样？他们没有完善的仓储、冷链、销售体系，盲目大批量接单，运输、品质、售后全是漏洞。地里西瓜还全部留在田里等待成熟，等冰雹落地，只会闹出天大的笑话。各项成本这么高，折腾这么久，收益还不如直接批发给李默省心。你们只会盯着眼前短期收益，零售前期投入铺路，后期靠走量盈利，眼光要放长远。前期损耗大量精品瓜，我1分钱收益都没赚到。大家别争吵，木婉已经打通线上销售渠道，后续订单只会越来越多，不用在意这点前期损耗。告诉大家一个喜讯，后天成熟的新瓜全部被客户预定，线上预售订单爆满，
发货之后大家只管数钱。太好了，终于能挣到钱了，我的好日子要来了。不枉我赔了这么多瓜出去，终于能躺着挣钱了。乡亲们，跟着我走，可比……乱叫什么？破坏大家的好心情！冰雹，真的下冰雹了！冰雹比气象局预判的时间提前降临，地里来不及采摘的西瓜注定全部毁于这场天灾。我的西瓜，地里还有大批瓜没来得及摘。冰雹居然真的来了，全完了！线上预售订单全部签了合同，地里无瓜可发，巨额违约金我们根本赔不起。都是你，是你跟我们说冰雹不会落地。现在地里西瓜全部砸烂，你告诉我们该怎么赔付订单？当初李默好心提醒我们提前摘瓜收购，是你造谣污蔑他黑心，跟着你不仅没赚到1分钱，反倒不断交钱损耗西瓜。赔钱，必须赔我们1年的血汗钱！还我们血汗钱！还我们血汗钱！马局长，外面狂风冰雹，你出去不要命了？我的西瓜，1年心血全毁了。造孽呀！完了，交不起货，要赔偿余额的违约金了。我的瓜，一颗完好的都找不到了，到头来一场空。当初要是听李默的话，把瓜批发给他，当初我就该听李默的，就不该信钱木婉的鬼话。走，去村长家找钱木婉讨说法。钱木婉，你出来！骗光我们的西瓜，现在躲在家里逃避责任。赶紧开门！我们全都听信你的安排，才耽误摘瓜，你不能躲着不解决。你们明知道本地有冰雹预警，却隐瞒不报，大量顾客下单无货可发，平台流量全部浪费，等着承担巨额赔偿。要不是你胡乱造谣，我们早就把西瓜卖给李默，何苦落得一无所有？别躲在里面不出来，这事儿不解决，难道你要躲一辈子吗？瓜田全毁，1年生计没了，你让我们老人家怎么活下去？我现在也没有解决办法，你们全部离开，围堵私宅，属于扰民。你当初不是笃定冰雹不会来吗？全村人跟着你都遭殃了，我怎么能预料灾害真的落地？我也是一片好心，带着大家增收。哼，简直天大的笑话！我们1分收益没拿到，反倒损耗大量西瓜，现在还要赔付100万违约金。当初是你们自愿跟着我做零售，没人强迫你们放弃李默的收购渠道。现在怎么办？1整年的辛苦全部白费，只能去果汁厂碰碰运气，看看他们收不收破损烂瓜。厂长，求求您，能不能收下我们的瓜？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没办法了。只能去求求李默了，希望他能收走。李老板，求你行行好，把我们地里剩下的残瓜全部收走。之前是我们糊涂，误会你，咱们合作多年，你体谅体谅大家。你们心知肚明，我只收购品质完好的鲜果，这些被暴雨、沙土、浸泡砸烂的残瓜，我不可能收。你想想办法，帮我们减少一点损失也好。减少损失？5天前我就主动帮大家规避风险，是你们一口咬定我赚黑心钱，
认定冰雹不会落地。如今走投无路再来求我，当初为什么不肯听劝？不是我不愿帮忙，破损西瓜长时间接触空气已经变质，人食用极易引发肠胃疾病。就算低价卖给饲料厂喂牲畜，厂家都不会接收。顾叔，我念着你小时候时常照看我的情分，多次主动提醒你避险。前几天我还安排货车上门收你家西瓜，却被你一口回绝。原来你一直处处为我们着想，是我们被不切实际的高价蒙蔽了白眼。钱木婉每天活在恐惧之中，家中家禽无辜丢失，出门就要遭受村民唾骂。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就因为你误导村民，我这个村长被集体罢免了，背负巨额违约金，全村人的指责。钱木婉精神日渐失堂，最终被迫搬离瓜田村，再也没有回来。转眼第2年夏季，西瓜成熟，田园村统一施用有机肥，光照充足，西瓜甜度、品相远超往年，精品瓜田品牌彻底打响。短短1年，省内外开设17家连锁门店。我承包田园大片土地，打造标准化西瓜种植基地，引进全套深加工生产线，鲜果售卖搭配衍生加工产品，品牌规模持续壮大。再次回到瓜田村，早已物是人非，往日的热闹风光彻底消失。瓜田村，这个曾经承载我年少温情的地方，从此只留在后视镜里，不必再回头。